What's up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2023年的第一期 WaveTech 浪科技视频。在新年的第一期视频里，首先祝大家新年快乐。今天我们就来看一款全球第一款支持电池供电的 Aqara 居士视频门铃。如果门框上方便引一颗电源线的话，这款门铃可以通过有线供电的方式解锁所有的高级功能，或者直接通过电池供电贴在门上做一个无线猫眼。如果你感兴趣的话，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款视频门铃的详细外观参数。门铃分为两个部分组成，一个是视频门铃的摄像头部分，另一个是门铃的扬声器部分，有灰色、白色两款可供选择。摄像头部分可以看到两个相同大小的圆环，第一个圆环上有麦克风、光敏传感器、1080p 的镜头以及 PIR 的红外被动传感器，用于检测移动。整个黑色的盖板是红外透明的，盖板下隐藏着红外补光灯。下面一个圆环就是门铃按钮，带着一圈彩色 LED 指示灯，蓝色代表门铃连接成功，红色代表正在录制。夜视功能会开启白色 LED。机身侧面是一个扬声器，用于双向对讲。另一侧有一颗飞利浦十字防盗螺丝，不过这里没有使用私有的螺纹，任何人带一支十字的螺丝刀都可以拆走，而且螺丝的位置在机身的右侧，很可能影响到安装位置。希望下一代的螺丝可以放在机身的底部。安装背板我们可以看到有 3M 胶和螺丝安装孔，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安装方式。背板的中间有一颗破拆孔，划开背盖我们就可以看到机身内部。顶部有一个重置按钮，长按10秒钟可以重置门铃。边上是一颗强拆检测按钮。下面就是摄像头的两种供电方式，机身支持8到24伏 DC 直流供电，或者8到24伏 AC 交流供电，支持的电压范围较为广泛，可以支持美式门铃的电路直接供电，但是无法触发门铃。如果没有现有的供电电源，摄像头也可以采用电池供电。摄像头的大小几乎就是被这6个 AA 电池槽所占据了，至少需要3颗 AA 电池给摄像头供电。6颗 AA 电池的话，官方给出的续航时间为4个月。居士门铃并没有提供实际的 IP 防水评级，但是从 Aqara 的产品经理了解到，机身重要电路板都刷有防水胶保护，如果在室外日常防雨是没有问题的。相机的工作温度范围也比较广，支持零下18度到50摄氏度的工作温度。只要不要在夏天被太阳暴晒，室外使用也是没有问题的。门铃部分也叫做中继器，门铃会加入现有的 WiFi， 并且将 WiFi 中继给门外的摄像头。中继出来的 WiFi 是隐藏的 IEEE 802.11b， 又叫做 WiFi 1，这里并不能给其他设备使用。门铃的正面是一个非常大的扬声器，声音是足够响的，对于200平以下的房型几乎都够用。一个摄像头只能对应一个门铃，如果需要更多的门铃，这里可以使用 HomePod 的门铃功能。顶部呢是一颗药丸形的功能按钮，按一下可以静音响铃和警告音，长按10秒配对，连按10次重置设备。底部呢是一颗 USB-C 的供电电源，可以使用附带的充电头和充电器进行充电。当然这里特别测试了一下双头 USB-C 的 PD 供电功能，显然这里修复了 G3 摄像头的 PD 诱骗问题。门铃背面也有和摄像头相同的 3M 胶，不过中继器要避免放在室外，第一是 WiFi 的信号可能不好，第二是工作温度是0到40摄氏度。海外的版本这里还有额外的 TF 卡槽用于本地视频录制，当然价格也会贵一些。国内的市场呢对价格会比较敏感一些，所以这里就取消了一些不常用的一些功能。说完了硬件，我们来看看软件功能。Aqara Home 里这颗 1080p 162度超广角镜头比想象中的要广许多，配合16:9的画面，对于狭长的走道也可以一览无余。下方是一排基础的拍照、录制、双向通话功能。下面我们逐个来看看更多设置。首先这里的门铃设置里，我们可以看到工作模式的切换，有普通模式、省电模式，还有外接电源模式。默认摄像头工作在普通模式下，如果希望延长电池使用寿命，这里可以设置成省电模式。省电模式将自动关闭红外人体传感器，所以逗留检测的功能就无法使用。如果摄像头外接了电源，这里就会自动切换到外接电源模式。在外接电源模式下，摄像头不会进入休眠模式，所以这里有更快的响应速度，连接到门铃也不需要等待摄像头开启。推荐有能力在门框上供电的用户尽量供电使用。下面可以调整门铃的音量，最大的音量还是非常响的，甚至有点吓人。这里我使用 HomePod 作为门铃，所以就关闭了这个门铃的功能。最下方就是强拆报警开关、高温报警、低温报警功能，可以根据需要自行开关。铃声设置里，这里带有3款2声门铃，分别有高音、中音、低音门铃。还
还支持自定义导入功能。在视频设置里，画面矫正功能可以帮助缓解162度超广角带来的画面畸变。最下面一个隐私遮挡区域设置功能，如果摄像头正对面的邻居，就可以通过隐私遮挡功能，遮挡住的画面会变成黑色区域。接下来就是人脸识别功能，在开启人脸识别功能后，可以识别到不同的人脸进行自动化设置。这里可以调整侦测的时段，建议关闭在夜间的人脸识别。在光线较暗的情况下，人脸识别是非常不准确的。在自动化设置里，可以识别到指定的人脸后自动开门。当然了，这里没有活体检测功能，所以就用来开院子里的门就好了。边上有一个有人逗留设置，其实这里就是红外传感器的设置。逗留时长是指红外人体传感器的侦测时长，侦测时间越长，侦测的速度也就越慢，电池消耗的也就越小。最短这里可以设置为0秒，只要一有人动，自动开启摄像头。人脸识别是靠对视频画面分析进行识别的，有人逗留是靠摄像头上的人体红外传感器实现的。我觉得这里应该叫做人体检测会比较准确一些。有人逗留会让用户无法理解，以为也是分析视频画面实现的功能。希望下一个版本可以改一改这里的设置。接下来就是人脸管理，这里会自动收集摄像头识别到的人脸，还可以对不同的人脸进行命名，也可以通过手机上传照片的方式添加人脸。人脸识别是纯本地识别，所以识别速度非常快，但是头像会通过网络传输。如果通过手机上传人脸，也会通过在线的服务进行照片质量分析。除了 Acara Home 以外，居室视频门铃还支持 Apple 家庭功能。有了按门铃对应的 HomePod 也会有响铃功能。家庭中的 iPad 和 iPhone 也会推送一段小视频，可以和门外的访客进行对话。下面我们就来测试一下响应速度和视频双向对讲功能。这是 Acara 居室门铃在夜间的视频表现能力以及对话的效果。这是 Acara 居室视频门铃在白天的视频表现。除了双向通话，居室还是首款同时支持电池供电和 HomeKit 安全视频的功能，可以在 iCloud 上存储10天的活动视频。我这里设置的是家中有人的时候允许串流，家里没人的时候开启录制。在录制选项里，开启特定的检测，这里可以检测到人、动物、车辆、包裹等。这里还有人脸检测功能 ，HomeKit 的人脸检测功能完全由本地的家庭中枢完成。视频流都是端到端加密的，视频的安全性有很好的保障。如果检测区域比较复杂，例如有一些花花草草等容易误触，这里可以设置不同的活动区域。Acara 居室门铃可能是目前唯一款同时支持电池供电和 HomeKit 安全视频的视频门铃。如果有条件，可以打穿墙面预留电源作为视频门铃来使用。如果要在门上穿电源线，就要麻烦许多，可能需要考虑到门缝防夹还有金属疲劳等问题。同时支持电池和电源供电，方便了不同的使用场景。那么你会怎么使用这款视频门铃呢？欢迎你在评论区里告诉我。如果你喜欢本期的视频，记得关注点赞。如果不喜欢，也可以发给你最讨厌的朋友，说不定他会喜欢。OK， 酷热潮玩一烂到底，我们下期视频见，拜。